王一博的演艺之路从不缺乏挑战。此前，他凭借青春、偶像、热血题材的作品走入大众视野，但这一次，他选择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刑侦缉毒剧《冰与火》。这是一个危险与信念并存的世界，是一个考验演员演技与心理承受力的舞台。对许多观众来说，这不仅是王一博的新作，更是他的一次冒险，一次证明自己能否跳出舒适圈的勇气。选择警察这一角色，本身就意味着沉重与责任。他要抛下过去的标签，真正成为荧幕上那个用生命守护正义的陈宇。在接受 Harper's Bazaar 采访时，王一博特别感谢导演的信任。能被选中出演这样一部作品，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，也是一种压力。导演并没有只看重他的外表，而是看到了他内心的坚韧与潜力。正是这种慧眼，让王一博有机会展示不同以往的一面。一个演员的成长需要伯乐的点拨，更需要作品的磨砺。冰与火正是这样的平台，它不仅仅是一部剧，更是一种考验，一种成长的催化剂。采访中，王一博坦言，我很喜欢这种能让我表达情感的剧本。在这部剧里，我还能用到枪，感觉自己特别帅。一句轻松的自嘲，不仅展现了他的幽默感，也让人看见他在角色之外的真实。观众会发现，他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偶像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情绪波动的年轻人。正因为这种真实，他与角色之间的距离被缩短了，让人更加期待他在荧幕上的表现。陈宇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英雄，而是一个有挣扎、有情感、有痛苦的普通人。他要面对危险的卧底生活，要在正义与牺牲之间做选择。王一博赋予了这个角色坚毅的眼神、果断的动作，却也注入了细腻的情感，那种在暴风雨中依旧坚持信念的执着。这样的陈宇既让人敬佩，又让人心疼。他不再是纸片化的人物，而是真实、立体，让人产生共鸣的灵魂。为了贴近角色，王一博依然剪去了标志性的长发，换成了干练的短发。他不怕形象上的改变，反而乐于尝试不同的可能性。同时，他刻苦锻炼身体，增肌塑形，让自己看起来更符合刑警的气质。这些外在的改变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，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塑造。他通过这样的方式真正进入了角色，让自己在镜头前能够自然地散发出陈宇的气场。在剧组拍摄时，常常需要在倾盆大雨中完成任务。大地泥泞，双脚湿透，指甲缝里全是泥土。这些艰难场景不是几分钟的摆拍，而是连续数小时的煎熬。王一博在这种环境中没有丝毫退缩，反而全情投入。每一场戏都是汗水与泥水的交融，是毅力与耐力的较量。他用行动证明了，真正的演员不是怕脏怕累，而是愿意为了角色拼尽全力。王一博始终强调，一个角色不仅是台词和动作，更是内心的感受。他的职业态度正是用心去理解每一个细节。在《冰与火》中，他不仅揣摩陈宇的心理，还不断与导演搭档沟通，力求每一个眼神、每一个动作都符合逻辑。正是这种认真，才能让观众看到一个立体的陈宇，而不是表面的表演。王一博正在用行动告诉大家，真正的演员是要把心交给角色。《冰与火》自开拍以来就引发了无数讨论。观众期待的不仅是剧情的紧张刺激，更是想看到王一博如何完成自我突破。能否撑起这样厚重的题材？能否让陈宇成为经典角色？这些悬念反而增加了观众的期待值。每一次预告片释出，社交媒体上都会掀起热议，这种热度也让剧集未播先火。观众的热情正是对演员最大的肯定。演员与角色之间并非单向塑造的关系，而是像两面镜子，相互映照，相互成就。《冰与火》里的陈宇不是导演凭空写就的模板英雄，也不是王一博单方面的表演展示，二者在创作过程中不断碰撞、渗透，逐渐生成一个完整的人物。这种互成的关系体现在几个层面，首先是肢体语言。
王一博通过对体态、眼神、呼吸节奏的微调，让原本冷静的台本角色出现裂缝，在关键时刻，一抹迟疑，一次无意识的握拳，便把陈宇从职责机器拉回到有血有肉的人。其次是情绪记忆法与现场即兴的结合。剧本设定了情境，但真正打动观众的是演员在当下找到的情绪连接。一段沉默，一声低语，往往来源于演员在片场与拍档、导演反复试探后那次偶然的真实流露。再次是物理付出反哺内心塑造，短发、增肌、泥泞中的坚持，这些外部改变不仅是形象需要，更在心理上把王一博锚定到陈宇身上，使得每个镜头的投入度更高。最后，导演与摄影的镜头选择也会反作用于演员，镜头越近，细节越多，演员就越需要精细的内在体验。反过来，演员的细腻表演又促使导演用更大胆的镜头来捕捉。正是这种相互刺激与回应，造就了一个既有职业高度又有情感深度的荧幕人物，让观众在惊险叙事中看到人的复杂与温度。一部剧是否值得追，不仅取决于剧情的悬念，更在于它能否在情感与思辨层面留下余温。冰与火在这点上具备多重吸引力。其一是情节结构的紧密性，刑侦题材本就擅长制造线索误导反转的节奏，而本剧在每一集都以小高潮收尾，既保证了节奏感，也让观众持续被情绪牵引。其二是主题的厚重，正义与牺牲，法律与人性，信任与背叛，这些命题既贴近社会议题，也让角色在抉择中暴露人性裂隙，观众在追凶过程中被迫思考谁是错的，什么是代价。其三是演员阵容与表演张力，当一个观众熟悉的偶像真实承担起复杂角色，观众会在既有印象与新形象之间产生强烈对比体验，这种心理落差本身就是观看快感。其四是视听语言的加分，暴雨、泥泞、枪声与静谧的室内对峙交错，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对比，配乐在紧张处被抽离，在情绪处被放大，引导观众心跳。最终，一部值得追的剧不只让你看完悬念，更让你在结局之后不停回味、讨论与分辨，这正是冰与火能成为追剧标的的所在。王一博的职业路径具备典型的偶像到演员的进阶轨迹，早年在舞台与综艺中锻炼出的体能、镜头感与舞台表达，为他进入影视表演提供了扎实的身体语言基础，而综艺中的临场反应、情绪管理能力则转化为拍摄现场的应变力与合作力。但真正的跨越在于他如何把舞台上的光环转化为角色里的质感。这需要时间、刻意训练与选择，包括接纳更具挑战性的剧本，进行体能与表演强化训练，以及在片场把握细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成长不是线性的名气累积，而是一次次在不同题材中被磨练的自我重塑。在青春剧中练习镜头亲和力，在动作戏中锤炼身体与节奏，在刑侦戏里学习内敛与张力。公众常看到的是光鲜亮丽，但演员真正的成长常伴随着隐形的付出，反复揣摩角色动机，夜以继日的体能训练，以及接受失败后的调整。冰与火对他而言，不只是作品，更像一次汇聚前期所有经验与硬实力的大考，是对他演技宽度与厚度的全面正验。把王一博以往形象与冰与火中的陈宇并置，可以看到明显的颠覆与突破。过往的角色可能更加偏向青春能量、热血或偶像式的光环，使得观众记忆中常带有熟悉的王一博。但陈宇的内核是沉重的职业伦理与复杂的心理负载，需要演员压抑外在的光彩，把注意力集中到眼神与微动作中去呈现。突破首先体现在情绪表达上，从外向的激情转向内向的压抑，需要用最小的外在动作表达最大的信息量，这对表演控制力提出极高要求。其次是气场的转变，从青春偶像的亲和感转为职业刑警的威严与隐忍，这要求体态、声线、动作节奏全面调整。再次是叙事重心的改变，以往角色可能依赖浪漫或友情线索推动情感共鸣，
而本剧中情感更多来自职责冲突与牺牲选择，这种类型的情感更深沉，更难以表演。最后，突破还体现在观众期待的重塑上。当熟悉的面孔带来出乎意料的内在厚度，观众的认知被迫更新，这种更新本身就极具爆发。